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8月6號，呢條影片係重拍嘅，因為咧我琴日就出咗條影片，結果咧就發覺聲音脫咗軌有啲重疊咗，奇怪。咁啊今日咧就重拍，咁啊今日講咩咧？講國際金融中心啊。點解咁講咧？因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而家要正值一個咧轉型之時咁要點樣轉型呢？好似金管局嘅總裁余偉文話，香港未來數年預計會成為全球最大嘅財富管理中心。咁佢咁樣講呢，就並唔係無中生有嘅。佢講嘅嘢呢，係有一啲嘅數據事實嘅。咁佢點解咁講呢？佢話呢，而家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哇犀利啦！嚟緊呢，係會向呢個嘅信託基金啦，同埋家族辦公室嘅方向咧係發展嘅。因為咧喺過去嗰幾年2021年至今，香港嘅私人銀行做財富管理嘅，做呢個嘅 trust fund 嘅，或者做家族辦公室嘅生意咧係越嚟越多。而家咧從業員咧已經去到400人啦。喺舊年年底，2024年年底至到2025年嘅年中，增長率咧有12%，越嚟越多財富咧湧入香港做財富管理。嗱，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轉型嚟嘅。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以前嘅考證已經講過啦。喺1880年開始，香港咧就係有西方嘅洋行，譬如話渣打啦、匯豐啦、德華啦、花旗啦喺香港落戶，然後就借錢俾咧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後來嘅張之洞借俾佢哋咧，係做一個洋務運動咁就經上海同經香港嘅銀行，呢個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就全球嗰啲華商或者係嗰啲賣豬仔去嗰啲華工佢哋要寄錢嘅嚟咧大陸就要經香港嘅南北行。第三種咧就係嗰啲鴉片商人，或者後來嗰啲英美煙草公司嗰啲咧做正當生意，或者做洋報做呢個嘅織布業咁呢啲咧就要匯款嚟中國大陸買貨咧，都要經香港嘅。咁所以香港喺1880年就係清光緒年間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嘅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啦。同倫敦、同紐約、同埋呢個嘅慕尼黑咧都可以即係叮當碼頭嘅。咁香港，咁後來新加坡嘅崛起啦，香港第一次作為金融中心，但係後來轉型咧就1880年，1880年第一次，1980年18年後咧就第二次啦。嗰陣時咧香港好多華商就發咗大達，譬如話李嘉誠李兆基郭德勝呢啲人發咗大達，咁佢哋紛紛咧就收購一啲洋行，就騰籠換鳥，咁結果咧就賣咗好多咧，譬如話包括賣呢個嘅長江集團。就買咗和記黃埔咁有啲咧就買九龍倉置地咁嘅情況就買咗好多佢哋嘅股份同埋一啲旗下嘅物業港燈中電咁呢啲咧就全部歸喺華商手上咁呢個第一批啦。然後後來啦1880年代後期大陸嘅公司嚟香港上市，中信泰富後來嘅北京控股、上海實業、中石油、中石化咧，呢啲係排住隊嚟香港上市，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後最後呢一次轉型咧，我一直係唔認同咧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嘅遺址佢仲有剩餘價值嘅，就係喺特朗普上台之後咧，第二次上台，大量嘅西方資金咧就湧入嚟，所以咧余偉文話有幾百億西方資金咧湧入嚟幾百億美元唔係講少西方資金湧入嚟咁其實呢啲唔係真正嘅西方資金嚟嘅，我相信咁呢啲其實係咩嚟呢？就係早年咧潤出去嗰啲華人資金嗰啲紅二代、紅三代、巴拿馬文件嗰啲，去咗歐美做風險即係避難所。但係咧而家同西方嘅關係越嚟越惡劣西方咧譬如話瑞士歐美、英國作為咧資金避難所咧個條件唔存在。佢哋隨時會即係有政治風險凍結你資金你睇下俄國人你就知啦，係咪佢哋俄國人嘅資金喺英國、喺歐洲、喺瑞士會被凍結嘅咁所以咧佢哋會擔心啦。隨時台海戰爭如果嗰啲中國嗰啲紅三四代資金喺西方唔安全，咁佢哋要走啦，要走去邊呢？咁咧有幾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咧就早期咧就走去新加坡，但係新加坡咧出咗事因為點解新加坡好多資金咧近日就回流翻香港點解要回流翻香港呢？就因為咧新加坡有嚴格嘅資金審查管理香港咧就冇咁嚴格新加坡咧佢哋咧就追你追得好犀利但係嗰啲資金唔見得光噶嘛，好多。第一就涉及國家機密，譬如話你喺大陸做軍工業嘅，咁你點能夠係俾新加坡人睇到呢？
新加坡銀行、新加坡政府睇到呢，或者唔係做軍工業嘅嗰啲股東可能係紅二代、紅三代，係太子黨，你又唔可以俾佢哋睇到喎。所以啦，新加坡嘅銀行同新加坡嘅政府呢，就要中國嘅富豪交出大量呢啲資料，結果呢啲中國富豪就頂唔住啦，交唔出就回流嚟香港。佢哋本身喺中國經香港去新加坡嘅，新加坡早期係寬鬆嘅，但係近呢幾年咧就嚴格打擊洗黑錢，所以啦就係舊年咧新加坡有一單咧就驚天地嘅，就係緬甸柬埔寨嗰啲詐騙集團喺新加坡咧搞家族辦公室、搞信託基金，結果俾新加坡政府一鋪清袋喎。咁佢哋好多同呢啲詐騙員有關嘅嗰啲生意咧就遷移嚟香港，所以話中國富人回流香港，其實個故事就係咁，一係紅三四代，一係咧就涉及國家機密，一係咧就同詐騙員有關。咁同樣道理，佢話歐美資金翻嚟咧，我相信同呢點咧都係有關係嘅。咁香港咧呢個轉型係犀利啦，因為隨住國安法之後，同傳統西方嘅關係咧緊張。喂，中國嘅富豪驚啲資金喺西方被凍結，西方富豪唔驚資金喺中國被凍結咩？俾香港凍結咩？佢一樣驚。所以啦，正經嘅富豪唔會嚟香港搞家族辦公室，正經嘅富豪咧唔會嚟香港咧搞信託嚇。咁佢哋會去邊咧？首選新加坡或者係杜拜。所以新加坡嘅家族辦公室雖然個數量係少過香港1倍以上，但係咧佢擁有咧60% 全球嘅資產管理，即係香港量多。但係香港幾百萬就搞到家族辦公室或者信託㗎啦，新加坡要5000萬新加坡元，呢個誇張啦，係咪啊？5000萬新加坡元喎，咁咧所以變成咗嗰啲有錢人咧，佢哋考慮嘅係新加坡，但係做唔到啊嘛。咁杜拜，哇，杜拜又即係人生路不熟喎，嗰啲人又未必溝通到，信得過咁所以咧香港咧成為咗沒有選擇中的選擇，瑞士又驚好似俄國人咁被凍結資金啦，咁呢點咧？你係睇到啊，因為咧，你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定有啲基礎條件嘅，譬如話咧法治完善啦。而家法治完善，人哋可能優先揀新加坡，起碼新加坡左右逢源，唔會驚中國同美國咧其中一方靠邊站啊嘛。咁或者咧靠低稅率，低稅率杜拜有優勢。咁所以香港仲有咩優勢咧？香港仲有第三個優勢就係寬鬆嘅審查制度。佢唔同喺英國，英國開個銀行戶口咧，開個公司戶口麻煩到不得了啊！除非開嗰啲virtual bank 嘅咋，否則咧正經嗰啲銀行咧，喂，每一筆資金審查咧，你喺自己戶口調幾萬蚊落去啊，幾萬磅啊，或者兩間公司戶口調幾萬磅，佢都要你交好多文件啊。香港又唔係啊嘛，香港基本上好寬鬆，寬鬆到去咩程度咧？新義安頭目細 B， 新義安頭目細 B 咧，喂，坦白講啊，香港三大黑幫就係呢個老新啦、冧把同埋盛和，咁仲有一啲譬如話福義興老戀嗰啲咧比較細嘅，和合圖老牌，但係咧就影響力較低啦。咁咧老新咧係三大黑幫之一嚟㗎啦。而家最犀利嘅應該就係盛和，盛和咧又叫做客家幫或者叫圍村幫。客家幫圍村幫咧以前就唔係賺大錢嘅，以前不嬲都係冧把老新咧喺市區咧發達嘅，合圖嗰啲喺港島區就發達嘅。咁喂，客家幫咧嗰啲係新界冇乜油水喎。但係近呢幾十年嘅地運喺新界，譬如話走水貨，咁一定要經新界啦，經水路屯門去走私龍蝦，咁佢哋發咗大達喎。盛和咁盛和咧又做收地喎，收丁地收地丁，咁又發咗大達，又可以做拆遷重建逼遷。咁呢個老新咧好傳統，就係做嗰啲尖東銅鑼灣灣仔體場嘅啫，屯門清一色嘅曾經係咁但係咧。回歸之後咧，龍頭家族都冇咁高調啦，做正行生意啦，係咪啊？拍電影啦，或者龍頭家族裏邊有啲人做保險啦，唱歌啦，乜都有嘅喎，咁所以咧佢哋撈正行，咁但係咧變成咗咧，喂係低調，但係而家咧犀利啦，呢個細 B 咧係前尖東話事人泰龍泰龍嘅門生，咁泰龍咧就係伏擊被殺之後咧，佢咧就高調咗一段時間，後來坐監㗎咁而家咧佢就被拉係咩咧？洗黑錢，接近400億嘅黑錢，佢所有姨媽姑姐親戚朋友俾人拉晒，就因為咧佢自己曾經有案底噶嘛，有案底你梗係開銀行戶口困難啦。佢44歲嘅新義安頭目叫陳孝廉，個朵叫細 B 佢個父母親戚朋友女朋友俾人拉晒，咁陳孝廉個名都犀利，因為
即係有讀書嘅父母，應該係中產階級家庭。孝廉者就係漢代嘅入仕制度就叫孝廉制度啊嘛。曹操嗰啲咪舉孝廉嘅咯嚇。舉孝廉嘅意思係咩咧？即係你孝義忠直廉潔之士嚇。因為漢代咧係以孝治國嘅，所以孝文帝、孝武帝、孝景帝嚇，全部都係叫孝乜帝嘅。咁啊呢個孝廉嘅名都係有典故嘅。咁啊李太龍被殺之後咧，迅速崛起啊！而家咧就俾人拉話佢咧係200幾億使入，然後200幾億使出，咁啊400億喎。佢被凍結咗11.3億嘅資金，拉咗82人啊，真係犀利到不得了。咁啊呢個人咧佢幾犀利咧？10幾年前咧有幾單新聞嘅，譬如話將軍澳嘅廝殺啦，就同將軍澳嘅一個叫做少軍嘅一個頭目咧之間有矛盾。咁黑社會之間好多時有呢啲叫做同門啊嘅討伐，咁呢啲就有啦。咁啊但係咧佢係10幾年前已經使黑錢見稱噶啦。我哋睇下呢個蘋果動新聞啦，好耐冇試過引用蘋果動新聞啦，要同蘋果動新聞致敬喎，真係唔係講笑啊嚇！咁我哋聽一聽呢一段蘋果動新聞，我竟然喺網上揾到呢一段蘋果動新聞。賺黑錢，細 B 求情流馬了。報稱係汽車公司銷售經理，亦都經營藥房。06至08年度，每年嘅收入得個60萬嘅啫。着得咁斯文，唔認得個乜水咧？佢淨係花咗細 B 嘅江湖猛人陳孝廉啦。尋日承認02至05年度用個人戶口實咗1331萬，相信係犯罪所得嘅黑錢。佢原本仲涉嫌使2000萬黑錢，但就獲控方不予起訴。辯方就求情指，衰過刑毀同勒索嘅細 B，只係讀到初中，多年以嚟又捐錢又做義工，係因為唔夠錢使先至犯案。佢同樣涉案嘅老婆，更加因為咁患上抑鬱。話呢個真係人才嚟嘅啊！曾經係勒索同埋咧洗黑錢而被捕嘅。咁啊，亦都咧早期咧係涉及到藥房嘅生意。藥房嘅生意咧，亦都係因為咁咧係上咗新聞嘅。因為咧係同人哋咧係喺個藥房上邊嘅一啲嘅衝突啊。喺好早期啦，呢個回歸後咧咁啊香港個生意咧黑社會平靜咗。因為點解咧？黑社會咧去咗澳門啊，澳門發大達啊嘛。澳門當時開放賭牌，咁所以咧好多香港嘅黑幫咧，覺得大佬咧一係就翻咗深圳去夜場，一係咧就去咗澳門。再唔係有一啲咧就去咗賭船，譬如話合桃咁咧就喺香港啊尖沙咀碼頭啦，就招攬啲人上賭船賭台啊。咁佢哋嗰啲賺大錢啊！香港啊細 A 咗，但係呢個細 B 咧，佢就係留港嚟嘅，因為當時好多就係向外發展啦，佢係留港嘅，留港咧佢就把握到自由行嘅生意，自由行嘅生意咧，喂，即係呢個可以係無限大喎？點解啊？因為咧自由行嘅生意涉及嘅款項係可以好多嘅，咁咧佢就可以咧借呢個機會咧就開藥房，咁喺尖東裏邊開藥房，咁啊發咗大達，獲得呢個嘅第一桶金就係做藥房嘅咁啊，所以蘋果動新聞咧早年咧都有關於咧佢藥房嘅一啲嘅新聞衝突嘅就係威嚇其他行家嘅，唔俾其他行家咧喺嗰度租鋪咁啊早期都有嘅，即係十幾年15年前係2010年嘅時候，蘋果動新聞有呢啲嘅資料。咁啊後來咧就因為佢坐過，俾人告13萬，佢太太咧仲係因為咁抑鬱而即係墮海啦咁啊留下一對嘅子女，咁所以咧上晒新聞嘅。所以佢今次就醒目啦，唔用自己作為戶口持牌人，佢用咗所有親戚朋友，而家拉82人咧都係親戚朋友、門生、女朋友呢一個就係細 B 嘅故事。細 B 嘅故事係反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轉型。一個新義安嘅頭目係可以使到成400億，200億轉出，200億轉入，咁啊400億啦。喂！黑社會賺唔賺到咁多錢呢？以前就話可以同緬甸啊、金三角啊嗰啲將軍拆差啊嗰啲，即係搞大茶飯啫。而家喂都唔興食嗰啲即係傳統毒品啦，毒品市場嗰個金額細好多咯。而家嗰啲用嗰啲什麼太空油嗰啲咧就金額細好多，賺唔到大錢噶。香港個市場。咁佢哋係用咩錢可以賺到咁多呢？梗係唔係嚟自香港黑幫啦！我相信，如果一個黑幫有400億，咁啊加埋和勝和啊，加埋福爾興啊，加埋水房啊，喂嗰啲咪1900幾億？咁我估計就唔會嘅，我估計啲200億轉入轉出呢，好可能一係就同緬甸詐騙員嗰啲有關，柬埔寨；一係呢就係同大陸嗰啲
嗰啲勢力有關係，嗰啲特殊勢力有關係，代佢做使錢。佢係使錢咧就係喺香港開空殼公司，然後咧就係信託基金，就將啲錢塞入去細 B 控制嘅信託基金度，然後就喺中東度買石油。話買石油其實係假嘅，實際上咧就係買咗石油，做咗一張假嘅發票同埋假嘅船單。咁你石油你就要運貨噶嘛，咁全部海外交易嘅，用香港銀行戶口，佢竟然喺2021年做信託，做到而家短短4年係玩400億，即係一年平均100億噶咯。咁呢個就證明咗香港有嚴格嘅寬鬆，冇嚴格嘅制度，只係得寬鬆嘅制度可以容許咧嗰啲喺新加坡回流嚟嘅資金，喺歐美回流嚟嘅資金咧喺香港發大財。咁而家4年後先拉到去，呢個係令人詫異啦，因為佢真係做得好差喎。佢哋即係初中程度啊，頭先你聽動新聞就知啦。所以咧變成一個嘅身份證號碼竟然有2個人持有啊，2個戶口啊，即係做假都做得唔仔細喎。所以咁樣都可以運作到4年，玩到400億，就證明咗香港同新加坡同杜拜各有特色啦。杜拜有低稅率，而且阿拉伯經濟伊朗人咧又識講波斯話，咁啊又有伊朗嘅人才，又有阿拉伯嘅人才。咁啊，好多富豪去到杜拜啦，做國際金融中心。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就係歐洲啲財主咧以前就去嘅。或者咧，你而家倫敦晏晝咧喺哈羅斯嗰啲地方行下咧，都係好多中東人去嘅。倫敦咧有佢嘅優勢喺裏邊即係佢法治嘅傳統同埋呢個嘅生活嘅質素。咁好多富豪中意喺倫敦生活。新加坡咧有完善嘅法治制度，低稅率。香港而家就有咩？有細 B。背後反映嘅故事就係寬鬆嘅監管制度。咁因為你稅率裏邊競爭唔到人哋，而家你財赤又嚴重啦，咁加稅未來無可避免噶咯。法治，喂，人哋對你中國特色嘅法治制度未必有相同嘅睇法噶。咁所以香港就行第3條路啦，就係寬鬆嘅審查。寬鬆嘅審查咧，唔單止淨係喺金融業啊，你睇到啦，倫敦咧每6分鐘就會有一部電話俾人搶。通街搶電話啦，倫敦而家盜賊如毛啊嘛，咁但係啲電話有人搶就有人接裝㗎。喂，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呢，就原來一年有8萬部倫敦被搶嘅電話，有5600部呢可以追查到去咗香港嘅觀塘區嘅工業大廈。但係竟然呢，香港特區政府呢，警察呢係冇喺呢方面有嚴厲嘅打擊就說明咗啲咩？說明咗香港咪有寬鬆嘅制度咯。佢哋大部分咧就流咗嚟中國，其中咧就好主要係經香港流入去中國大陸，而中間咧就有中間點就係喺觀塘。呢個就係說明咗香港到而家咧仍然咧做到超級聯繫人，只不過由以前咧主要做財富管理嘅聯繫人，而家做咗電話管理嘅聯繫人，同埋做咗黑錢管理嘅聯繫人。因為嗰啲私人銀行咧，其實早幾年好多已經搬走香港，荷蘭皇家銀行挪威銀行嗰啲搬走咗嘅。但係而家仲不斷開嘅 trust fund 咧，同埋家族辦公室就係阿里王子嗰一類嚟，或者係細 B 呢一類。所以話執10間開16間就並非浪得虛名，只係執嗰啲咧就係以前我哋高山仰止嗰啲，而家開嗰啲咧就係細 B 同埋觀塘電話城嗰啲。所以咧呢個就係我從來係唔相信國際金融中心係會為止嘅，佢只係會轉型嘅啫。呢個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香港咧就所謂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始終都會有路行。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我呢個重拍版本啦，多謝大家支持。Like、subscribe、share，收入屏和 Patreon 仲有獨家嘅參考資料同埋優先睇嘅，拜拜。